表白大师姐失败后，我恼羞成怒，终日以欺负她为乐。苏立川，你混蛋！直到这天，大师姐意外灵根尽失，再也无缘修炼，忽得我虎躯一震，坏了开局被废，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吗？完犊子了呀！我这反派不得被他祭天。于是我果断放弃这个前途无量的反派职业，秒变申请祖师爷。师姐，从此以后有你有我。沈右楚是逍遥宗大师姐，深得掌门器重，仰慕者众多，却无人能近身。她断情绝爱，心如寒冰，一心修炼，不问尘世，待人更是冷漠至极。3个月前，她奉命入秘境修行，不料误入歧路，被魔气侵蚀，灵根尽毁，再无修复可能。掌门痛心疾首，叹息良久。谁知她在露面时，竟要被逐出宗门，身着粗布麻衣，形色落魄，肩头只挂着一只小小包袱。我与沈右楚的过节，宗门里无人不晓。众人见我走来，自动让出一条道。曾经我也是众多仰慕者中的一员，但唯独我敢斗胆表白。我家世代行医，保有声名，父母送我来逍遥宗，怕我修药宗之术光耀门楣，因此表白前我自认10拿9稳，不料被他狠狠拒绝，颜面尽失。全宗上下拿此事嘲笑了我许久，我恼羞成怒，从此日日找他麻烦，以折辱他为乐，方能解心头之恨。此刻太极广场上有人兴奋朝我招手，苏立川，快来报仇的时机到了！我不紧不慢走上前去，轻蔑一笑，哟，这不是大师姐吗？怎么落得这般田地？这道疤深成这样，凭我行医多年的经验看，怕是得留一辈子了。真可惜。原本垂眸无波的沈右楚猛然抬头，眼神如刀，满是恨意，即便脸上疤痕狰狞，仍难掩骨子里的清冽。苏立川，当初他瞧不上你，如今他高攀不起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就是当初他怎么让你难堪，今天你就加倍还回去。我嘴角微动，从袖中取出一只木盒，盒中盛放着我家祖传的保命丹药，此药对沈右楚碎裂的灵根或有奇效。围观修士面面相觑，满眼不解。苏立川，你若想报仇，尽管动手，我不怕你。望着他那双倔强的眼眸，鬼使神差间，我脱口而出一句话：沈右楚，纵然你曾伤我入骨，可听闻你要离开逍遥宗这一刻，我才恍然明白，对你的心意从未有过半分更改。四周顿时炸开了锅，惊呼四起。莫说旁人，连我都为自己的厚脸皮震惊。可当个舔狗总好过当一辈子的仇敌。我横下心来，无视周遭窃窃私语，大义凛然道：我们逍遥宗最重情义，沈右楚好歹曾是宗门大师姐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同门手足吗？沈右楚却轻嗤一声，眼中尽是猜疑。你说喜欢我？这几年我四处给他使绊子，他与谁起冲突，我立刻便知，再添油加醋，四处散播流言。渐渐的，众人对他敬而远之，他倒从不在意，一心只求修炼。此时他心中明镜一般清楚，怀疑我是否假意示好，再狠狠羞辱他。我岂能让女主这般误会下去？当即不由分说握起他一只手，将那只药盒用力塞进他掌心，用平生最温柔的声音对他说道：沈右楚，我喜欢的从来都是你，从今往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不叫任何人再欺你分毫。损毁的灵根与脸上的伤都有法子治，定会你恢复如初，你信我。沈右楚正愣在原地，神色恍惚。我暗叹自己撒谎功力已真化境，这套说辞简直天衣无缝。虽然当年告白惨遭拒绝，可求而不得最是挠人心肝。谁能断定我心底当真没有他？因爱生恨的戏码，世人最易谅解。况且我已做到这般地步，来日他重临巅峰，总不至于恩将仇报。日后有七运之子做我靠山，行走江湖，谁敢再招惹我半分？光想想便觉得痛快。沈右楚垂眸不语，似在沉思。我又上前一步，轻声道：我知你不想离开逍遥宗，去我那里吧，有处地方供你安睡。沈右楚服下药丸后，灵根并未立刻生出恢复之兆，只是比原先崩毁之态稍有好转。我温言鼓励他切勿放弃，他点了点头，眼底戒备消减许多。有时他照镜，抚着面上伤疤叹息，正是这道疤让逍遥宗昔日仙子沦为人人嫌恶的无颜女。瞧着狰狞，实则未伤及根本。我有把握令你容颜恢复如初。我开始辨察医点，轻调药方。起初为他上药时，他还推举，后来拗不过我的坚持，便也顺从了。每到上药时辰，他准时现身药房，乖巧坐在岸旁等我动手。我一边涂药，一边讲些宗门趣闻。他鲜少应声，眼中却盛满笑意。日升月落，我们渐渐习惯了彼此，直至小师叔济长安回山那日，他是沈右楚心尖上的白月光。那天他显得分外沉默。我替他上药时，他心不在焉。我猛然醒悟，书中写的分明，济长安正是沈右楚命定的官配，难怪他会如此失魂落魄。既然放不下，何不去见一面？我这副模样如何见人？原来强悍如女主，面对心上人也怯懦。沈师姐，你要振作起来，终有一日你会成为逍遥宗的荣耀。到那时，莫说济长安，天下人都会看见你的光芒。沈右楚蓦然抬眸，目光幽深。这些人里也包括你吗？自然。待你飞黄腾达之日，可要记得是谁救了你。他微微颔首，眼底重现一丝笑意。我这几日一直观察你的灵根，单靠服药恐难彻底复原，你要重新开始修炼功法，方能使灵根缓慢滋长。药瓢之后有一片隐秘树林，你去那里修炼，绝无人打扰。沈右楚听得认真，正中应下。几日后，他面上伤疤已逾8分，他开始早出晚归，去林中苦修。1个月后，容颜彻底恢复如初，却在练功时被人撞见。那人状告掌门，说他偷袭邪术，神志不清，险些出手杀人。我闻讯时，他已被掌门下令关押。其实他并非修习邪法，定是被人惊扰，以致走火入魔。我大可去掌门面前替他作证，但我仍在等待一个时机。要想让他永记这份恩情，空口许诺远不及雪中送炭，处境越是绝望险恶，那只伸出的手才愈发珍贵。我刚走到大殿门外，便听掌门质问：众弟子以为该如何处置沈右楚？此女灵根已毁，却月余便修得妖法，定是被魔气附体，断不可留。不如投入丹炉炼化，以绝后患。我认得那开口的弟子，他前番下山赌钱被沈右楚抓获，沈右楚罚他50鞭，没收全部赌资。如今他逮到机会，怎会善罢甘休？偏生沈右楚素来不屑辩解，更让众人对此深信不疑。我附议，此女心术不正，杀了她便是为宗门除害。
若任他修成妖法，四海难安。大殿之上议论纷纷，杀气腾腾，句句都欲将沈幼楚置于死地。而沈幼楚跪在大殿正中，自始至终不发一言。沈幼楚，你可知罪？徒儿只为恢复修为而修炼，不知何错之有。住口！早该被逐出逍遥宗，竟还敢赖在此处！那日我们亲眼所见，你周身黑气缭绕，双眼血红，分明已是入魔之兆。眼看群情激愤，掌门厉声喝止，同时大手一挥，一道气劲直袭沈幼楚。他毫无防备，身躯高高抛起，又重重砸落地面，瘫软如泥。确实有魔气。我心头一震，旋即恍然，将沈幼楚害成废人的真凶，竟是他。沈幼楚体内明明毫无魔气，他却公然颠倒黑白，信口雌黄，只因他是掌门，说一不二。来人，将沈幼川投入丹炉，为天下苍生除此祸患。眼看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我走进殿内，大喝且慢。苏立川，这时候你还要来当舔狗？是你和那妖女走那么近，也不怕沾上一身骚？当即就有人嘲讽道。我不理会这些声音，对着上座脸色微变的掌门说：掌门，我可以作证，沈幼虫从未修习妖法，前阵子的意外只是因为被人所扰，导致了走火入魔而已。苏立川，你当我们眼瞎呀？沈幼雏当时的样子可不止一个人瞧见，你说不是就不是了。我笑了笑，从怀中拿出一本古书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朗声读起来：这便是修习之法，敢问各位师兄弟，是否与各位当日所见一模一样？读完后，我扬声说道：刚才还叫嚣的他们瞬间噤声。既然如此，等等，逍遥宗，谁不知道你喜欢沈幼死啊？日日在你那药铺厮混，整个宗门都传遍了。你敢保证你不是在刻意包庇他吗？我还未说话，瘫在地上的沈幼楚咬着牙开了口：胡扯！做事便要站起来拼命。我赶忙扶住他，环顾四周，不紧不慢地说：我以苏家声名作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便叫我苏家此后无今落魄。这个人，我苏家保定。当我把身后的苏家抬出来时，就连掌门看我的眼神也带着审视和斟酌，更不用说其他人了。而我不惜用苏家的名声来救他，在他心里一定能留下深深的烙印。我才是那个在所有人都退却时力争上前和他并肩的人。他并非冷情之人，定会心有触动。我要的是他这一份动容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抱起沈幼楚走出大殿。有人在身后叫嚣：苏立川，你今日敢踏出这里，你和这个妖女便不再是逍遥宗的人。我没有丝毫停留，抬脚就走。逍遥宗是住不下去了，带着沈幼楚去了。我在外面的小药炉，掌门那一掌着实不轻。沈幼楚的身体本就虚弱，如今更是奄奄一息。3日过去，他仍不见醒，我也不眠不休地守在他床边。这可是女主，我下半生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了。夜里我实在撑不住，合着眼在他窗前趴下，过了会仿佛听见了他的呢喃，可我太累了，不想睁眼。紧接着，一只温热的手轻抚过我的脸庞，是沈幼楚的手。我已经完全清醒，但我不敢动他，这动作太亲密。片刻后，他轻笑了声，看起来累坏了。耳边传来细细嘟嘟的摩擦声，他小心翼翼地起身出去后，很快又折返，拿着一张毯子盖在我的身上。过程中，他的气息若有似无地喷洒在我的脖颈上，我几乎是用尽全力才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让他发现。为了更逼真，我还佯装迷糊地说了几句梦话：以后可要好好报答我。他居然笑着应了一声：以后由我来保护你。这听着有点奇怪啊。然而下一刻，我感觉到有个温热的物体落在我的唇上，很轻很软，一触即离，卧槽呼吸可闻的距离里，我听到沈幼楚说：苏立川，你再等等我好不好？等我足够强大那时，我来守护你一辈子。我心间不由得颤了颤。第2日清晨，我推开门时，就撞见正好出房门的沈幼楚，他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清样子，冲我微微颔首，就好像昨晚发生的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梦。张愣间，他勾起唇角对我说：苏立川，这次谢谢你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要去一个地方修炼，可能很久都不回来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稍许安定了些。原剧情中，沈幼楚就是在苦修时大有长进，如今他还想着修炼，说明他还没忘记初心。我应了一声，临出门前，他顿了下，转身对我说：好好照顾自己，还有等我。沈幼楚果然是不服输的女主。数月过去，她在江湖上又重新有了姓名，就连我这个长期缩在药炉里自娱自乐的人，每次下山赶集，都能听到关于她的不少传言。茶楼里，我边品茶边听周围人谈论她，有人说她必成大器，几次宗门大比她进步最大，名次一次比一次靠前，天下第一指日可待。有人说她侠骨仁心，不仅法术高强，还善待弱小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情数不胜数。现在只要提到沈幼楚，都是称赞她。一个人的名声都快赶上她曾经的师门逍遥宗了。有人说不久前，逍遥宗内有妖兽作乱，众人毫无办法，关键时刻是沈幼楚出现，救了大家一命。从那以后，沈幼楚在逍遥宗的声望越来越强，下一代掌门非他莫属。还有人说羡慕那个当初施恩于他的苏公子和苏家。沈幼楚对外放话说苏家的事就是他的事，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有些得意。要不是我当机立断，哪能有今天？在他们口中，我苏立川慧眼识珠，情深意重，宁愿被逐出师门，也要力争沈幼楚的清白。喝完一壶茶，我慢悠悠地往外走，却迎面撞上一个人。苏立川，好久不见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逍遥宗的旧识。此人极为八卦，果然他立马凑上来，悄声问我：你是在等大师姐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他笑得暧昧，
我哪能不明白？我一脸正色的摆手。沈右楚说到做到，他那天说不回来，就真的没回来过。这样也好，因为按照剧情发展，纪长安很快也要回来了。那人自讨没趣，也没兴致和我聊，匆匆挥手告别。我往回走，隔着一段距离，就看见药炉的烟囱冒着烟，推开门走向厨房。沈右楚正背对着我忙碌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转过头冲我嫣然一笑。很快就能吃了。我惊了，天才少女沈右楚居然在给我做饭。饭桌上，她斟酌着开口：“苏立川，掌门已经把位置传给我了，3天后是我的继任仪式，你要不要来？”真快啊！沈右楚当上掌门，那纪长安也会回来，两人终于有机会互诉衷肠，终成眷属了。我的戏份就要结束了，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潇洒离开，成全他和纪长安。在他隐隐期待的目光中，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沈右楚的眸子亮了起来，反复叮嘱我：“你一定要准时来，我给你留了位置。”还有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呼吸一滞，脑海中蓦然闪过那晚他在我耳边的清香和那个吻，我的脸颊有些发烫，他的神色极其认真。一定要来。我掀起唇角说：“我一定来。”我的剧情快结束了，就让我和他之间的最后一面美好一点吧。吃完饭后，他脚步轻快地离开，等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我视线范围内，我维持一晚上的笑脸才卸了下来。走到围栏处，我吹了声口哨，隐在暗处的护卫出现，对我行礼：“这间药炉一会儿烧了吧？通知到了吗？”已经告诉他了，3日后回逍遥宗。他说谢谢您的成全，他定会把握机会。其他人都不知道，只有我这个有上帝视角的人深知纪长安早就喜欢沈右楚，只是碍于他以为沈右楚一心修炼，不想打扰他，所以迟迟没有说出口。经历了这许多事，沈右楚甚至差点身死，相信他不会再掩藏爱眼。熊熊火光中，我最后看了眼药炉。继任典礼上，逍遥宗上下一片庄严肃穆，所有弟子集结，就连常年在外的弟子们也纷纷赶回。其他各大宗门也派了代表参加，他们都惊叹于沈右楚年纪轻轻的成就，甚至直言将来他或许能成为修真界最耀眼的那颗星。沈右楚身着掌门的服饰，一步一步踏上台阶，所到之处，众弟子虔诚叩首。沈右楚在心里冷笑，这其中不乏当年在大殿之上对他万般讨伐，想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同门，如今却也只能对他低声下气，祈求他一丝垂怜。这种宵小根本不值得垂怜，他心底的那个人为什么还没有出现？明明他答应了会来的，他说出口的话都做到了。今日是他重登巅峰的日子，也是他邀请他并肩的时刻。可是直到他走进大殿，坐上掌门专座，余光里左下角的专属座位仍然是空的，指尖不由得陷进肉里。沈右楚的心里没来由的慌乱。就在这时，远远的有个人影出现，还未走近，便朗声呼喝：“我来迟了。”稍早时，逍遥宗的弟子望着那个空座位，互相看了几眼，小声议论：“你们说这位置是给谁的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和咱们掌门患难与共的苏立川啊！可这苏立川到现在都没出现，该不会是掌门把他甩了吧？不可能，你忘了咱们掌门在江湖上的名号了？侠骨仁心，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不只是他们，所有人似乎都心照不宣一件事：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苏立川作为沈右楚的大恩人，今日一定会受到最高的礼待。话音刚落，伴随着男人的呼喝声，他快步走进大殿，一身青布道袍，风神俊朗，头发整齐的竖起。他微仰着头，冲沈右楚温柔的笑：“我回来了，掌门。”刚才那个提问的人一下子来了兴致：“我就说吧，这人不是苏立川啊！真的哎，掌门居然不请苏立川。”看来真如传言所说，两人早已断了联系。不过这是谁啊？他是纪长安，咱们掌门的小师叔。这下面面相觑，心里都有了谱。纪长安小师叔，沈右楚的心上人。虽然二人从未言明，可整个逍遥宗，他们的传言早都满天飞了。我突然挺替苏立川不值的。你说他辛辛苦苦的把落入尘泥的沈右慈救了下来，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就连这么光辉的时刻，沈右慈想到的都不是他。谁说不是呢？要我是苏立川，我得伤心死了。掌门这事做的确实不厚道。坐下的议论声不小，有些也传进了沈右楚的耳朵里，可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他只是愣愣地看着纪长安，他很确定，在此之前他从未联系过纪长安，根本无法确定他的位置。但纪长安准时回来了，准时他只跟苏立川说过，答案不言自明。苏立川逃走了，不要他了。他定了定神，请纪长安落座。典礼过后，他找个角落透气，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没有回头，他只是平淡地问：“他告诉你的？”纪长安停在他身后，表情意味深长。他能看出来，沈右楚对他的归来有惊讶，却没有欣喜。从前他没说出口的情谊，如今恐怕沈右楚也不需要了，但他还想再为自己争取一次。是他找到我的，他告诉我你喜欢的一直是我，让我是个男人就回来把话说清楚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想说，沈右楚却骤然转身打断他：“算了，小师叔，都过去了。”纪长安愣住，片刻后苦笑出声：“他留了一封信，叫我交给你。”沈右楚抖着手接过打开，短短几行字写的七扭八歪，是苏立川一贯的风格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，不要找我，好好做你的掌门。以后你要做的事有很多，
要承担的责任也很重。我相信这是你想要的人生，我就不喜欢这么过日子了，所以我溜了。我发誓，我只做了这么一件瞒着你的事，而且我以后也绝对不会挟恩图报。以后咱俩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祝你一切顺利。记得我曾经救过你就成。纪长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，沈右楚望着那短短的几行字，泪水毫无征兆的滑落。原来苏立川一直在骗他，他想要的未来里从来不曾有他。原来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却唯独失去了他心里的那个人。他原本计划在众人的见证下向他表明心迹，希望他能成为那个相伴终身的人，没想到早就被他看穿。他甚至帮他把纪长安找了回来，多贴心啊，贴心的让人心寒。倏然间，他把那封信撕个粉碎，从唇齿间挤出一句话：苏立川，你能逃我就不会追吗？小镇里，我躺在毛驴背上，半眯着眼，脑海里没来由的想起早晨护卫给我汇报的消息：沈右楚执掌逍遥宗已有半年，宗门欣欣向荣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可他和纪长安却迟迟没有下文，甚至纪长安在逍遥宗内短暂逗留后，3个月前又开始云游，不见踪影。而且沈右楚还当众标明，他与纪长安只有师门情谊，绝无其他，更是严令逍遥宗上下不许再传播谣言。我觉得奇怪，明明男女主在我的助力下，完全有机会表明心迹，为什么会闹成这样？不过转念一想，这也由不得我了。反正该做的我都做了，问心无愧就行。而自从离开后，我也开始了游历江湖的日子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从不暴露真名，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久待，一路悬壶济世，倒也见识了不少风土人情。这个小镇民风淳朴，风景宜人，我难得多待了些时日。小毛驴停了下来，我知道地方到了，伸个懒腰，利落的翻身下驴，几个熟识的歌姬立马上前，热情的跟我打招呼。我在他们的簇拥下上了画船，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无聊消遣，听曲喝酒，吟诗作对。画船上他们给我弹了曲《江南小调》，还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我一高兴就赏了些银钱，一屋子人娇笑不已。这时有个大胆的乐伎凑上前来，手里拿着一壶酒，美目流转，声音婉柔：大人，这是上好的女儿红，今天才挖出来的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我向来没有饮酒作乐的爱好，当下皱了皱眉，正欲驱赶时，谁料那乐伎把嘴一撇，委屈巴巴地说：谢老板说，我这次若是再讨不到客人欢心，就要把我发卖了。眼前的姑娘还很年轻，我也不忍她被卖到什么龌龊地界，于是点了点头。她喜笑颜开，斟满一杯酒凑近我揪着她的手喝了下去。好酒接着奏，乐接着舞，一屋子人重新热闹起来。然而也就此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。苏立川，你真是好雅兴。我猛地一抬头，就看到沈右楚站在门廊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只是那双漂亮的眸子里闪着不知名的怒火。我揉了揉眼睛，确定没有看错，1年不见，沈右楚似乎比印象中更好看了，也更英姿飒爽了。怎么看见我，你很惊讶是吗？我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只能尴尬地笑笑。其他人都知道他来者不善，所以在他挥手时都乖巧离开了。顷刻间，船上只剩我们2个大眼瞪小眼。沈右楚找了张和我邻近的桌子，施然坐下，开始一言不发地喝酒。空气里弥漫着令人尴尬的沉默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转了转眼珠，只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于是我迅速起身，用掌风掀开窗户就要往水里扎。没想到沈右楚虽然在喝酒，目不斜视，动作却比我更快，仅一个电光火时间，他就抓住了我的腰带，看似云淡风轻，实则我根本难以逃脱。大师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苏立川，你打算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你就这么怕我是吗？大师姐，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？我躲谁也不能躲你啊！你撒谎！上个月我刚到你所在的客栈，你就立马离开。上个月我找到你住的茅屋，却发现你刚走不久，连床褥都是热的。沈右楚，还要我再说吗？我不好意思地打断他，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无言以对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我能跟他说什么呢？总不能说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个男配，而你是女主，咱们没戏吧？我找你只是想当面向你问清楚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跑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他语气里有深深的挫败，又带着道不明的执着。我收起了嬉皮笑脸，难得正色地回复他：原因很简单的，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想要的生活不一样。我喜欢闲云野鹤，而你注定要万众瞩目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听到这个回答，他突然就情绪激动起来。我也可以闲云野鹤，也可以不要万众瞩目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可那就不是你了。为了陪我弃了你肩上的责任，你还是沈右楚吗？而我若为了你去过那规矩森严的生活，我也不会是苏立川。说到这里，我自己突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她是女主，而我只是个男配了。虽然觉醒了，不再恶毒，可我终究和她不会是同路人，我只是条可有可无的咸鱼罢了。沈右楚，好好做你的掌门，别再找我。他眨了眨眼，似是不敢相信。你现在和我说的不同，可当初你挡在我面前，为了我对抗整个逍遥宗的时候，我这辈子都放不下你了。沈右楚，你现在放不下，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罢了。若我真的同你回去，不出半月就会不欢散散，你信不信？他抿唇不语，我料想今日也谈不出什么结果，于是趁他不备，翻窗飞身而逃，找到岸边正在吃草的骡子，骑着他迅速逃窜。苏立川，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的。
隔着老远还能听到沈幼初咬牙切齿的呐喊。我仰天长叹，回了他一句：哎，有本事你就找吧，最好找到你卸任，我带你种田去。明明只是一句玩笑话，沈幼楚却像是看到了希望，眼眸腾的一下重新亮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天气晴朗，微风拂面，我突然觉得，要是沈幼楚老了以后真能和我种田，似乎也不错。以后的事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